十字过，十字过，有机会，直了，拉直了，拍了！哦！中国退役特种兵擂台使出百年罕见的倒立十字固，刹那间就将对手手臂掰骨折，裁判在一旁都看呆了。这位被掰断手臂的是来自塔吉克斯坦的哈萨诺夫，是塔吉克斯坦的一位 MMA 超级巨星，连续斩获了塔吉克斯坦5年的中量级冠军，常年混迹于国际职业 MMA 擂台。29岁的哈萨诺夫经验打法极其丰富，擂台上力大无穷的重拳和强悍的地面缠斗，是他掌控比赛节奏最重要的绝杀武器。此战是哈萨诺夫第一次来中国打比赛，就指名道姓挑战中国金刚战警樊荣。樊荣是来自辽宁锦州的一位退伍特种兵，以是大力沉的重拳和超强的警惕性闻名全坛，而且在赛场上总是能给人出乎意料的表现。罕见的招式也是让大家深深地记住了这位金刚战警。从一名退伍军人到国内最出色的中量级运动员，离不开樊荣的不懈努力和刻苦训练。此次迎战来自塔吉克斯坦的 MMA 悍将，樊荣赛前是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，而且师傅姜龙云也在台下为其出谋划策。比樊荣年长4岁的哈斯诺夫没有表现得很紧张，而是全身紧绷，静静等待比赛开始。话就不多说了，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，哈萨诺夫率先勾着腰逼近樊荣内围，不过樊荣的距离把控还是不错的，用拳头虚虚晃晃来迷惑哈萨诺夫。反观樊荣可是 MMA 传奇人物姜龙云的爱徒，多多少少也应该继承了一点姜龙云的战术和打法。而且场下的姜龙云还亲临赛场来为樊荣出谋划策。在对峙中，樊荣一记出其不意的后手打出，瞬间就打得哈萨诺夫节节败退。擂台解读能力很好，对，他对自己处在一个什么状态，应该怎么做，心里面很清楚。樊荣呢，今年是25岁，身高是1.83米，臂展呢是1.85米，而他的对手索勒哈今年已经29岁，1.78米的身高，1.77米的臂展。我感觉索勒哈的站立也一般，刚才的扫踢感觉非常的犹豫啊，有一些软。哦，一个摆拳是靠这种重击来打。樊荣最近应该是增强了自己的这个站立技术啊。不愧是退役特种兵的樊荣，警惕性非常的高。哈萨诺夫一记刁钻大轮摆瞬间打出，结果樊荣防守之后直接对哈萨诺夫发起反击。看双方肌肉的维度，不难看出樊荣的肌肉要强大一些，同理樊荣的力量也是要比哈萨诺夫大出一些的。中量级的比赛和重量级比赛几乎差不多，结束比赛只在一瞬间，稍有不慎吃到对手重击，比赛极有可能就会被裁判提前终止。这2个人一直都还是处在这个互相试探的这个阶段。对，这个索勒哈的边角一直让索勒哈出刺拳啊，这个樊荣的边角一直让他老师进拳啊，一直让他点一点进去。这个上勾和平勾都没有打到。2个人目前呢在战力方面移动步伐也都是比较敏捷的，都没有太好的机会直接的进入地面，注意力还比较集中。对。樊荣一记后手精准的命中了哈萨诺夫，奈何哈萨诺夫的抗击打能力还是可以的，并没有因为这个重拳让樊荣占到太多的优势。选择下前抱摔减少伤害的哈萨诺夫，在地面纠缠中貌似占不到太多的优势，一直被樊荣牵着鼻子到处走，重心和主导权完全都不在哈萨诺夫这里。熟通 MMA 各种技巧的樊荣可是领先大比分优势，时时刻刻都在做着压制哈萨诺夫的动作，力量不错。对樊荣做了身体3角，脚上的扣搭好了，但这个裸脚应该没了。樊荣的左手不能浅，对，好拿背了。刚才其实差一点掉了，又一次进去，这个不行，没有，不行，太浅。樊荣要调整一下自己胯部的位置。击打对方的腹部，对手还是在还击。现在对方是这个位置并不是非常的正，所以樊荣的手有点不够。
繁荣已经把被带入地面的哈萨诺夫此时非常的被动，繁荣的裸脚把位即将形成，正在拼尽全力来扣住哈萨诺夫的脖子。奈何这是第一回合，哈萨诺夫的体能还是很充沛的，裸脚暂时对哈萨诺夫造成不了什么影响。这时候双方只是在做着一个最简单的体能抗衡，谁的体能率先不知将会被对手按在地上疯狂摩擦。MMA 综合格斗对拼的就是一个综合能力，不仅仅是战术技巧，还有体能方面的抗衡。那腰上这个位置就其实是差了一点儿，对，这手臂这就不够，就差一点部署的时候这角度就少了，力臂差一截儿。樊荣现在就是要生吃对手啊，不断的给对手砸击啊，想破坏他的节奏，然后找着机会就开始往里打扣。繁荣这个时候应该就常规来说应该是往自己的一侧去倒，如果对方把体重放在你身上是不容易的啊。骑乘要骑乘，被对方翻了，被翻了，踢开，哇，地面砸拳。我刚才那个地面砸拳，我感觉一身冷汗啊！真是啊！第一回合结束了，最后的时间足以证明繁荣在地面上的强势。只要给繁荣一点机会，繁荣就不会有一点放松。前半段的战力是击打繁荣，也没有丝毫松懈。不管是在站立还是在地面，繁荣都占据些许优势。只不过哈萨诺夫需要拼尽全力和用刁钻的打法来以小博大，不然打法全面的繁荣势必要将哈萨诺夫给终结掉。Ready, fight！ 好，现在呢，两位选手又重新的投入到第二回合开始了。繁荣也是发现了哈萨诺夫的短板，一上来就开始试图将哈萨诺夫带入地面缠斗，连续的重拳重腿将哈萨诺夫的防守都快打破防了。结果哈萨诺夫实在顶不住繁荣的进攻，开始将比赛的战线拉低，将比赛的节奏控制在内围缠斗中。中量级的比赛俗称是小重量级的比赛，因为对手打出的每一拳每一腿都有致命的可能。由于体重的原因，拳脚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，稍有不慎将会摔下中量级的排名中。繁荣爆，哎，被对方听到了。繁荣要怎么做？要做对方的左手了。对方是有一没有空间，对，是搭在这个绳圈上的，没空间了。还是要做。繁荣可能还是要做。繁荣在场上打，我发现他也是一特执着的人。对，就选择完之后必须得尝试到有点效果啊。对，必须得尝试，必须得有效果。这个太靠龙边了，那要回到同一个位置来打了。咱们要回到同一个位置来打了，那这样。Ready, fight！ 被压在地面上的繁荣手臂还被哈萨诺夫控制着，反观哈萨诺夫就拼命地往上爬，试图拿到繁荣的骑乘位。奈何繁荣的挣扎能力实在是太强了，丝毫不给哈萨诺夫一点骑乘自己的机会。此时的双方都在蓄力准备已久的锁技，在地面纠缠中不仅浪费体能，还危机四伏。繁荣这个时候如果想像他想象的一样去布置三角锁，我们看他在推对方的手，想布置三角锁，一定要把自己的胯再往外挪一挪。是，现在的这个位置等于把自己箍在地面上是做不成的。对，这没有发力的这个空间。当然了，对方的力量也很大，我们可以明显看得到。要勾，找机会。做三角，胯太远了，中了一拳。还想往上翻，十字过，我们看。十字过。不太容易有，三角脚又被甩开了，过腿了。繁荣回来三角，又被推开，身上太滑了。是。繁荣。你看，应该是有一位选手的护齿掉了。但是应该是俄罗斯选手。对，哈萨诺夫的哈萨克斯坦这位选手，哈萨诺夫掉的。繁荣依旧挣脱不了哈萨诺夫的束缚，但在被压在地面上的繁荣还在寻找机会做着锁击，时时刻刻都不敢放松对哈萨诺夫的严防死守。虽然身处上位的哈萨诺夫，但是比赛主导权貌似不在哈萨诺夫手里。
反倒比赛节奏却在被压制的繁荣这边。见缝插针的繁荣确实是很难缠，只要有一线机会，繁荣就会将对手的劣势不断扩大，直到将对手终结为止。橡皮防守的布置，我们看自己的左手是顶在对方的脖颈上面，这样对方是很难抬头。布置还掉在地上，但是裁判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去干涉选手。这个时候是会破坏这个他们的2个人的节奏的。对，繁荣胯有点松啊，这个要很危险。转过去，十字固，好出来了。哎，在这个索洛哈对于这个地面进攻的防守这方面还挺厉害的。是啊，自己意识特别好。因为连续几次的繁荣其实很有不错的机会，是布置自己，不管是十字固还是三角角，但是呢，又转过来，又转过来，还没有，太浅了。哦，我们看罗岳老师已经给布置了，要进攻对方的腿了。对，他的战术布置是要做蝴蝶防守，锁对方的脚。对，直接把对方踢起来，然后转过去，应该是这样。翻过来，胫骨脚吗？啊，没有，三角脚又做了一次，对方还是逃出。比赛即将结束，哈萨诺夫还是在压制着繁荣，但是压制了繁荣整整1回合的时间，貌似一点有效的动作都没有做出来，还多次差点被繁荣用锁技给降服。哈萨诺夫的这个优势位做的可真窝囊。这回合的繁荣是用军人坚强的意志力坚持了下来，面对体能挑战的2人，能否打满3回合？而且这一回合繁荣还受到了几次重击，对手在整个进入到上身位之后呢，有几次砸拳还是影响到了繁荣。没错，我们现在看的这是这一回合的慢镜的回放。Ready, fight！ 好，最后一个回合，2个人体能消耗都比较大。是，第3回合开始了，繁荣被压制了整整1回合，内心有点急躁，一上来就对哈萨诺夫展开大范围的进攻。不料哈萨诺夫也不是什么容易欺负的主，直接将抱起来摔在地上。难道哈萨诺夫还想故技重施，将繁荣压在地上1整回合？反观繁荣并没有太大的挣扎动作，而是选择保存体能，等待时机。哈萨诺夫则是用拳头来拿回属于自己的优势，繁荣则是试图拿到对手手臂做锁技。发挥了半防，但一直以来，繁荣即使拿到了开放式防守或者蝴蝶防守，对方的这个对于缠斗技的防守还是很严密的，一直的我们看到繁荣多次呢想布置战术，并且呢也是有机会的，但是对手呢都是破了繁荣的这个布置，对，提前预料到了。繁荣现在的动作要怎么做？那我们看，其实进入到地面之后，他的进攻方式倒是一般，防的还行。繁荣回到开放防守，我们看要怎么做？要做下劈了。哇，这一下哦！这个势大力沉啊，太可怕了！这个要多砸几下就晕了。这个三角脚，哎，太滑了，太滑了。这是身体上的汗还是比较多，天气比较热。繁荣终于如愿以偿拿到了哈萨诺夫的手臂，被拿到手臂的哈萨诺夫也在做着动作，时时刻刻都想拿到意料之中的位置来降服繁荣。奈何繁荣可是退伍军人，怎能让哈萨诺夫如愿以偿？在不断的移动位置来试图挣脱哈萨诺夫的压制。被压在地面上的繁荣也是非常的着急，时间正在1分1秒的流逝着，再不做出有效动作，结果只能交给裁判来判定了。现在呢，2个人还是在这个绳脚边上啊，僵持的，哎，我又一拳，做腿了，做腿了，哎，站起来就有机会了，刚才蹲在地上是没机会的。繁荣有点反向了，这个不太好发力，扣住了对方的一条腿，就是不好发力。这现在已经其实被对方过腿了，已经。
已经被过腿了，繁荣现在只能逃脱了。掰过来，啊，回到全防守，小心啊，对方地面砸拳很凶的。是，拳防正好给对方一个测量距离的尺子。对，反正在这个位置，我只要抡拳，一定能打到你。在地面纠缠中，繁荣的锁技使用是最频繁的，而且繁荣最热衷的就是手臂锁技。只要拿到对手的手臂，繁荣就有机会创造历史。不过哈萨诺夫也不是什么呆子，见状也是在不断的挣扎繁荣所带来的束缚。繁荣身处劣势位，但是比赛节奏却在繁荣这一方。只要繁荣做出锁技的动作，哈萨诺夫就会陷入被动。脚上的扣没搭住，又要站又要抡了，繁荣小心！看这是做好的准备了啊！你看又一下哦，这个还是刚才你那句话，这也就是繁荣这体格啊！哎，又要蓄力了，繁荣小心！哦，还好，那是一个佯装蓄力。对。这个很容易对拳头造成比较大的伤害，那个力量太大，对，力量太足。哎呦，小心，应该是没有。这么糙的缠斗技术，我觉得繁荣不会中啊。繁荣已经这个大量的时间在被对方压制。对。蝴蝶扫没成功，在地面纠缠中，繁荣的头脑十分的清晰，眼看着比赛即将结束了，一记十字固彻底的将哈萨诺夫的压制动作摧毁，使出全身的力气来掰哈萨诺夫的手臂，结果不出意外，哈萨诺夫被繁荣的倒立十字固给降服了。最终，繁荣在逆境下成功降服哈萨诺夫，完成反杀。期间，繁荣施展的锁技是非常多的，但最终还是如愿以偿，在比赛结束之前终结了阿萨诺夫。看到是索勒哈在一个压制的状态，但是最后繁荣找到机会，直接一个十字固。下面宣布比赛结果。裁判宣布比赛结果，最终被压制2回合的繁荣拿下比赛胜利。台下的江龙云江老师也是十分的兴奋不已，毕竟自己的爱徒拿下胜利，也给江龙云脸上增光。大家喜欢金刚战警繁荣吗？请在下方进行留言讨论。